各位老朋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时候明明家里吃穿不愁，冷气吹着，软沙发躺着，但你就是觉得心里特别累，晚上翻来覆去，怎么都睡不着，脑子里像是有个陀螺，每天转个不停，操心这个，担忧那个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到底为什么？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钱赚得还不够多，或是运气不够好，要去算个命，改个风水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弘一法师的智慧。法师曾经点破过一个道理，放下不是放弃，而是放过自己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说透了大家痛苦的底层逻辑，那就是2个字：执念。我们这把年纪的人，总想抓住那些根本抓不住的东西，你越想抓紧，心里就越像被绳子勒住一样，勒得你喘不过气。想要解开这根绳子，我们不能往外找，得学会向内看。大家这辈子劳劳碌碌，说到底，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钱这个字。年轻的时候拼命赚，老了就想着把这笔老本安安稳稳地守住。可是这世上的事，往往是你越怕失去什么，就越容易失去什么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，我们叫他林大哥。他跟太太开了半辈子的五金行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存下了一笔养老金。他有个认识了20多年的好兄弟，叫阿明。2人好到什么程度？逢年过节都在一起吃饭，连小孩都是认了干爹的。前年，阿明跑来找林大哥，说自己公司周转不灵，急需一笔钱救急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，3个月后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林大哥心软看着老兄弟红着眼眶，二话不说，就把存折里的500万全给汇了过去。结果呢，3个月过去了，阿明没动静，半年过去了，打电话不接，传讯息也是不读不回。最后，阿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带着一家老小搬走了。那段时间，林大哥的家里简直就像是人间炼狱。500万那可是他跟太太半辈子的血汗钱，是准备用来养老，给女儿当嫁妆的钱。林大哥气得血压飙到了180，整天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嘴里不停地咒骂。他晚上根本睡不着，只要一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被骗的画面。他对太太吼：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下得了手？这世界上还有天理吗？更折磨人的还在后头。大家都知道，街坊邻居的嘴巴是没有门的。五金行开在热闹的街上，每天人来人往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那些婆婆妈妈来买个灯泡，买把铁钉，结账的时候总要凑过来问一句：哎呀，林大哥，听说你被那个阿明卷款跑了，真的假的啦？500万哦，你怎么那么傻啦？这些话听在林大哥耳里，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。林大哥觉得自己不仅丢了钱，还丢了面子。他开始怨天尤人，看到那些来打听八卦的邻居，他连生意都不想做了，整天拉下铁门，坐在店里喝闷酒。太太在旁边只能陪着掉眼泪。林大哥甚至动过念头，说要拿把菜刀去把阿明找出来同归于尽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常态，钱被骗了，心也被掏空了，整个人就像掉进了黑洞里。就在林大哥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太太硬拉着他去了一趟山里的寺庙。那天山里下着毛毛细雨，空气特别清凉。林大哥坐在大雄宝殿外面的石凳上，满脑子还是那500万。突然他一抬头，看到回廊的墙上挂着弘一法师的一幅字，上面写着2句话：
世间万物皆是借我们用，没有一样是我们的。这2句话就像一道闪电劈进了林大哥的心里。旁边一位扫地的老师傅看到他，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杯热茶，轻轻地说了一段话。这段话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哥大姐，各位老朋友，你们都能记在心里。老师傅说，施主，你觉得这笔钱是被骗走的，你心里有恨，但佛法里讲，这叫缘起缘灭，这叫因果轮回。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背叛。他今天为什么骗你，不骗别人？因为你们之间就是有这层业力。也许在过去生中是你欠了他的，这辈子他来讨债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这笔钱还出去了，你们的债就清了，这本账就平了。那万一是你前世没欠他，是他这辈子造恶业骗了你呢？那你更不用生气，因为佛家讲，人欠你的，天会还你。他拿走了你的钱，同时也背走了你的灾难，你的业障。老师傅接着说，那些来打听八卦的人，他们造的是嘴业。你如果跟着生气，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你现在为了这500万，气坏了身体，天天跟太太吵架，这就等于他捅了你一刀，你还自己拿着刀在伤口上天天往里头乱搅，这值得吗？各位老朋友，你们听懂这段话了吗？我们佛法里有个词叫第二支箭，第一支箭是阿明射过来的，骗走了500万，这已经让你受伤了。但是那第二支箭是你自己射向自己的，你的愤怒，你的失眠，你的不甘心，还有你在意别人眼光的面子问题，这些负能量正在摧毁你剩下的生活。林大哥听完老师傅的话，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。他突然明白，自己这半年来简直就是在吃毒药，却希望对方被毒死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在佛前磕了3个头，心里默默念了一句：阿弥陀佛，这笔债我还清了，我放下了。说来也神奇，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林大哥半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。从那以后，他不再提阿明的名字，邻居再来问，他只是笑笑说：缘分啦，破财消灾还债而已。他把心思重新放在五金行的生意上，对太太也温柔了。他发现，当他心里没有怨气的时候，走进店里的客人反而变多了。大家觉得他这个人气场好，做人豁达，更愿意跟他做生意。虽然少了那500万，但他还有健康的身体，有一个不离不弃的老伴，还有一个孝顺的女儿。他的心从那个痛苦的执念里拔出来了。各位大姐，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因为我知道，荧幕前的你们心里多多少少都藏着一些不甘心，也许是被人借钱不还，也许是跟会被倒，又或者是被人占了便宜。你们在夜里想起这些事，气得牙痒痒，觉得老天爷不公平。但是请你们记住弘一法师的智慧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那些失去的财物都是缘聚缘散，这辈子我们能吃多少饭，能穿多少衣，都是有定数的。你如果把心死死地绑在那些失去的金钱上，那你就是金钱的奴隶，就是业力的囚徒。放下吧，不是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，而是放过你自己。把手松开，你的心才能腾出空间，去迎接真正的平静跟福报。大家接着往下聊。刚才说了金钱的执念，但其实在我们这个岁数，还有一种执念，比钱更折磨人，那就是对儿女的攀缘心。你们自己回想一下，年轻的时候，家里像个菜市场，每天为了给孩子做饭、洗衣服、盯功课，
那时候心里总盼着，哎呀，等孩子长大独立了，我就轻松了，就能享清福了。可是等孩子真的长大了，出国念书了，或者成家立业搬出去了，你真的享到清福了吗？我们来说说陈大姐的故事。陈大姐今年60出头，一辈子没上过班，全部的心血都扑在2个儿子身上。现在儿子都成家了，住在外县市。陈大姐的老伴走得早，现在这间大房子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她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？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手机，等着儿子孙子发讯息来。到了我们这年纪的人，手机里总有几个家族群组。陈大姐每天早上一睁开眼，就急着在群组里发那种长辈图、早安图，发了之后就盯着荧幕看。要是到了中午，儿子媳妇一个赞都没按，一句早安也没回，她心里就开始发慌，忍不住主动打过去。结果呢，电话那头往往是妈，我在开会啦，晚点说，或者是媳妇客客气气却冷淡的声音。最让陈大姐受不了的是比较，她在手机上看到亲戚家的媳妇周末带着婆婆去吃5星级吃到饱，还拍了满满一桌子海鲜，又看到隔壁老李的女儿过年包了多大一包红包。她再看看自己的群组，媳妇只发了一张孙子在公园玩的照片，连一句问候都没有。陈大姐心里那个酸啊，那个怨啊，简直就像打翻了醋坛子。她心里嘀咕，为什么亲家母能去吃大餐，我没有？我这辈子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们，现在我老了，没用了，你们连回个贴图的时间都没有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挂上电话，陈大姐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听着墙上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。那段时间，陈大姐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她不出门，不跟邻居打招呼，整天就像个幽魂一样在房子里晃荡，怨天尤人，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她。这就是典型的空巢症候群。老朋友啊，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陈大姐？甚至可能你自己就是陈大姐。直到有一天，陈大姐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了一个介绍弘一法师的节目。节目里讲到，弘一法师在圆寂之前写下了8个字的绝笔：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花朵开满了枝头，春意盎然，天上的明月圆满无缺。这是一种多么安详、多么圆满的境界啊！弘一法师是在告诉世人，真正的圆满从来都不是向外求来的，而是你内心的丰盈与自足。节目里的一位法师解说道，我们凡夫俗子总喜欢把心挂在别人身上，这在佛法里叫攀缘心。你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都绑在儿女身上，儿女对你好，你就笑；儿女太忙没空理你，你就哭。这等于你是把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啊！你看别人家的儿女孝顺，那是人家的福报，你心里生出嫉妒和比较，这在佛法里叫求不得苦，越求越苦，越比越心酸。陈大姐听到这里，整个人愣在电视机前。她突然明白，自己这大半辈子心里装的全是儿子，唯独没有装过自己。那只一天到晚舍不得放下的手机，根本不是用来联络感情的，而是用来放大自己的贪心跟怨气的照妖镜。各位大姐，我们打个比方，你的心就像是一间房子，这几十年来，你让儿女住满了这间房子，你觉得很充实。现在儿女搬走了，这房子就空了，你觉得冷清、害怕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把自己请进来呢？你为什么不把佛菩萨请进来呢？你为什么不把那些花花草草、
那些你年轻时想做却没时间做的爱好请进来呢？真正的爱是得体的退出，儿女有儿女的业力，有他们自己要走的路，要吃的苦，你替他们操心，那是白费力气。你用亲情去绑架他们，只会让他们觉得你是一团沉重的负能量，只会让他们想逃得更远。想通了这个道理，陈大姐彻底变了。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把手机的提示音关了，她不再天天守着群组发早安图等回应，也不再去划那些让她心里泛酸的亲戚动态。她报名了社区大学的书法班，每天早上跟着邻居去公园练太极拳，下午就在家里的阳台上种点花，泡壶茶，抄抄心经，念念阿弥陀佛。他把那颗对外攀援的心收回来了，安放在这一笔一画里，安放在这一声声的佛号里。奇迹发生了，当陈大姐不再浑身散发着哀怨的负能量时，她整个人变得容光焕发，慈眉善目。每次儿子媳妇逢年过节回来，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、满嘴抱怨的老太太，而是一个精神滚烫、笑口常开的长辈。家里的气氛轻松了，没有压力了。儿子媳妇反而更愿意常带着孙子回来看他了。有时候儿子打电话来抱怨工作累，陈大姐还能用佛法的智慧开导他两句。儿子都惊讶地说：“妈，您现在讲话怎么这么有哲理？”各位老朋友，这就叫境随心转。当你不求的时候，一切反而都来了。我们这把年纪，黄昏岁月，正是修心最好的时候，别再说自己没用了。你能把自己这颗心安顿好，不给儿女添乱，这就是给家庭最大的贡献。把心收回来，种自己的花，爱自己的宇宙，你就能像弘一法师写的那样，迎来你自己生命里的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我们把金钱的账算清楚了，把儿女的这根线也松开了。可是啊，真要说这辈子最难解的结，往往是那个天天睡在你旁边的人。俗话说，相爱容易相处难。到了我们中年以后，很多夫妻的感情早就被柴米油盐给磨光了，剩下的常常是无休无止的挑剔，甚至是冷暴力。我们来聊聊王大姐的故事。王大姐今年快50了，人很贤惠，但她有一个让她痛苦不堪的先生。她先生是个脾气很急，又特别爱嫌东嫌西的人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先生的嘴巴就像是机关枪一样，今天嫌菜煮得太咸，明天嫌地板没拖干净，后天又嫌王大姐买的水果不甜，连看到电费单多了100块都要念上大半天。王大姐心里委屈啊，她心想，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，你去外面上班是有多赚多少钱，一下班就翘个二郎腿，凭什么还对我挑三拣四？于是只要先生一开口嫌弃，王大姐马上就顶回去，两个人就像斗鸡一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非要吵出个输赢。吵到最后谁也不理谁，开始冷战，一个睡主卧，一个睡客房，家里安静得像个冰窖一样，冷飕飕的。这种冰冷的日子有时候一过就是半个月。冷战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厨房里的政治。王大姐气不过，做家事的时候刻意把锅碗瓢盆摔得乒乓响，切菜的时候刀子剁得震天价响，就是在用无声的方式表达抗议。佛法讲，这叫无声的造业。你嘴巴虽然没说话，但你那个嗔恨的磁场已经把整个家里的空气都毒化了。王大姐跟我说，那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她去医院检查，发现自己长了甲状腺结节，乳房也有纤维囊肿。医生跟她说，这都是长期生气、情绪郁闷憋出来的病。各位老朋友，你们自己琢磨琢磨，
家里是不是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？两个人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伤害，把家里原本温暖的磁场搅得乌烟瘴气。后来，王大姐在朋友的引荐下开始接触佛法，读到了弘一法师的传记。弘一法师出家前是风流倜傥的才子李叔同，出家后他修持的是佛教中最严格的律宗。律宗讲究什么？讲究的就是一个戒字，一个定字。法师曾说过一句话：以冰霜之操自立，以穹窿之量容人。意思就是对自己要严格，对别人要像天空一样包容。佛法里把这种修为叫做忍辱。很多大姐一听到忍辱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：哎呀，我已经忍他大半辈子了，再忍下去，我不被气死也会憋出癌症来。各位，你们真的误会忍辱了，你们那叫憋屈，不叫忍辱。什么叫憋屈？他骂你一句，你嘴上没还击，但你心里气得发抖，心里已经把他骂了祖宗18代。这就像是你把一包毒药吞进了肚子里，能不生病吗？那什么才是佛法里真正的忍辱与静定呢？我打个比方，你们一听就懂。如果今天有人送你一包发臭的垃圾，你觉得很恶心，你说我不要，那请问这包垃圾最后在谁手里？没错，还是在那个人自己手里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先生今天心情不好，在外面受了工作上的气，回家朝你扔过来一团带着火气的情绪垃圾，你如果生气了，跟他对骂了，那就等于你把这包垃圾接过来，抱在自己怀里了。你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垃圾堆里打滚，弄得满身是伤。但是如果你心里是定的，你不接招呢，那个业力，那个负能量，它就落空了，它只能原路弹回去。王大姐听懂了这个道理，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客厅就是她的禅堂，她先生就是菩萨派来考她的禅师。她决定试一试，修一修这个静定的功夫。有一天晚上，先生下班回来，喝了碗汤，眉头一皱，啪的一声把汤匙摔在桌上，大声吼道：这汤怎么这么淡？你煮饭是不带脑子吗？如果是以前，王大姐早就把围裙一摔，跟他吵起来了。但这一次，王大姐深吸了一口气，在心里默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她看着先生，脸上没有愤怒，反而带着一点平静的微笑。她轻轻地说：是啊，今天盐放的少了点，可能是我忘了。你要是觉得淡，厨房里有酱油，我去帮你拿。说完，他转身去了厨房，脚步很稳，心跳也没加速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先生本来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词，要跟他大吵一架。结果王大姐这盆清凉的水一泼下来，他那个火一下子全消了。他愣在那里，看着王大姐平静的背影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无理取闹的跳梁小丑。从那天起，先生发现王大姐变了，无论他怎么挑剔，怎么发脾气，王大姐就是不接招，不跟他辩解。时间一久，先生觉得没意思了，脾气竟然也慢慢收敛了，家里的气氛不知不觉就柔和了起来。这就叫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各位大姐，佛法里讲夫妻是缘，善缘恶缘无缘不聚，这叫相欠债啊。他今天来折磨你，那是你们前世的纠葛。当他在发无名火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跟他讲道理，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。你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心，你不去迎合他的愤怒，不去反驳他的挑剔，你的心要像一面平静的湖水，他扔一颗石头进来，扑通一声泛起一点涟漪，然后很快又恢复平静。这不是懦弱，这是最高级的能量。你用你的定力降服了他的暴躁，
你用你的慈悲化解了这个家的恶业。当你能做到境随心转，不被别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原本让你气得半死的婚姻琐事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这就是弘一法师教给我们的，在烟火人间里最好的修行。除了金钱、儿女和另一半，我们这把年纪还有一种苦，每天都在折磨着我们，那就是对老根病的恐惧。你看我们身边，过了50岁以后，今天这个邻居说膝盖退化了，明天那个朋友说血压降不下来，聚在一起聊天，3句不离吃什么药，看哪一科的医生。我有个老邻居赵阿姨，今年65岁，她每天的行程表排得比上班族还满。去哪里？去各大诊所报到，只要身体哪里稍微酸痛一下，眼睛跳了2下，她就吓得半死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要中风了，是不是长坏东西了。她家里的柜子打开，满满的全是那些地下电台买来的来路不明的昂贵保养品。他把身体当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，活得战战兢兢的。这在佛法里叫什么？这叫身见，太执着于这个肉身了。后来一位来社区弘法的师父告诉他，阿姨，佛法讲成住坏空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像是租来的一间老房子，房子住久了，水管会漏水，墙壁会斑驳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你可以去修补它。该看医生看医生，但你不能因为房子老了，就每天坐在客厅里哭天抢地，吓唬自己啊。师父告诉他，身体是借给我们修行的工具，坏了就修，真的修不好了，租约到了，我们就换个清静的地方去。你天天把心念盯在病痛上，那些细胞接收到的全是你恐惧的负能量，病怎么会好？赵阿姨听进去了，她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罐子收起来，不再天天量血压吓自己。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念佛上，心想着，我这副臭皮囊交给医生，我的心性交给佛菩萨。结果呢，心放宽了，睡眠变好了，那些原本天天喊痛的关节，竟然也不怎么折腾它了。这就是告诉大家，面对衰老，最大的解药不是多贵的补品，而是那份不怕老、不怕死的坦然。前面我们聊了金钱的放下，儿女的放手，夫妻之间的修静定，还有面对身体衰老的坦然。我相信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，心里都有了触动，觉得，哎呀，说得对，我确实该放下了。但是道理大家都懂，真要做到，谈何容易啊。很多人跟我抱怨，我也不想生气啊，可是火气一上来，脑子一热，根本控制不住。到了晚上躺在床上，白天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转，越想越气，怎么都睡不着。别急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佛法不是让你只会坐在蒲团上敲木鱼，而是要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里。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，今晚你们看完这支影片，睡觉前立刻就能做的小练习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我把它叫做睡前3分钟的观心除垢法。你们想想看，大家每天出门，身上沾了灰尘，流了汗，晚上睡前是不是都要洗个澡，刷个牙？可是我们这颗心每天在外面沾染了那么多是非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生了那么多闷气，你怎么能不帮他洗个澡，就直接带着这堆情绪垃圾上床睡觉呢？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大家试着跟着以下3个步骤来做。第一步，断源头，守住你的清净戒。睡前1个小时，请你狠下心，把电视关掉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放在离床边远一点的地方，不要再去看那些耸动的社会新闻，不要再去划亲戚朋友的动态，
更不要在这个时候拉着老伴吵白天没吵完的架。佛法讲要守住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你给自己留1个小时的清静，这就是在你的床边画了一个没有负能量的结界。第2步，专注呼吸，把心念拉回家。洗漱完毕后，坐在床沿或者舒服地靠在枕头上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鼻尖上，感觉你的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心里清楚知道我在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心里清楚知道我在吐气。一开始你的脑子一定会像只猴子一样乱跑，跑去想明天的菜价，跑去想刚才媳妇的冷脸。没关系，别生自己的气，只要一发现自己走神了，就温柔地把这只猴子拉回来，继续看着你的呼吸，深呼吸3次，你的心跳就会慢下来，血压也会跟着降下来。第3步，原谅清单，清空心里的垃圾。当你的心稍微静下来之后，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请你在心里真诚地默念这2句话。第1句，我原谅今天所有伤害我、惹我生气的人，不管那个人是骗你钱的朋友，还是顶嘴的儿女，又或者是挑剔的另一半。告诉自己，今天的债今天清，这些恩怨我不带到明天。第2句，我也放过今天做错事、发了脾气的自己。各位老朋友，大家这辈子操劳，对别人宽容，往往对自己最严苛。你要懂得拍拍自己的肩膀，告诉自己，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辛苦了，放下吧。就这么简单的3个步骤，每天晚上3分钟，把心里的垃圾倒干净了，把那些执念都留在今天。你再躺下睡觉，你会发现这一觉睡得特别沉，特别香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梦，只有满心的清凉。这就是不花钱的安眠药，这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在红尘里最好的修行。我们前面聊了怎么放下执念，怎么修自己的心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心里还有最后一个放不下的疙瘩，那就是孩子。我们这辈子自己吃点苦，受点委屈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可是只要一想到儿女，一想到孙子，那个心啊就又悬起来了。大家总觉得不管自己多大岁数，都得给孩子留点什么。于是你们看看身边有多少长辈省吃俭用了一辈子，衣服破了舍不得买，生病了舍不得看医生，硬是省下一笔钱，想着给儿子凑个头期款，或是给孙子存笔教育金。可是老朋友们，这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吗？今天我得跟你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留钱给子孙那是下策，给子孙留德，这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。你们仔细看看现在的新闻，那些为了争夺父母遗产，亲兄弟打得头破血流，对簿公堂的还少吗？还有一些父母留了几百万、几千万给孩子，结果孩子德行不够，染上恶习，没几年就把家产败光了。清朝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，我念给你们听：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则损其志。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，亦增其过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的孩子有本事、有德行，你根本不用给他留钱，他自己能打踏出一片天。你给他留太多钱，反而磨灭了他的斗志，让他成了温室里的花朵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孩子没本事、没德行，是个败家子，那你更不能给他留钱。他手里有了钱，只会去闯更大的祸，这钱反而是害了他。那有人就要问了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啥也不留，让孩子自己去吃苦吗？非也，非也，我们要留。
但要留那种带根的东西。这东西是什么？在佛法里叫功德，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，这叫阴德。易经里有句千古名言，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个余字最有味道，它的意思是说，你这辈子积攒的善行，你修心养性的功德，你自己是用不完的，它会满出来，溢到哪里去呢？就流到你的儿女、孙子身上去了。这就好比你在无形的银行里替孩子开了一个福报存折，你今天忍住了一次脾气，就是往里面存了100块。你今天用观心除垢法原谅了一个人，就是存了1000块。你每天慈眉善目地对待身边的人，就是在给这个家累积无穷无尽的财富。这个存折里的福报币是永远不会贬值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当你的孩子在外地打贴，遇到难关的时候，你平时积攒的这个福报就会变成一个贵人，出来帮他一把。当你的孙子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修行的功德就会变成一道无形的防护罩，帮他挡住灾厄。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祖宗保佑。所以啊，各位老朋友，千万别再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，赚不到钱给孩子花了，大错特错。你只要把自己这颗心修好，做一个情绪稳定、慈悲祥和的长辈，你就是这个家最大的定海神针。你就是在给在外打蛋的儿女输血，你把自己的根扎深了，充满了正能量，上面枝叶里的儿孙自然就会繁茂。这才是我们当长辈的最该有的见识，最该有的格局。放下那个给孩子买房买车的执念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你把你自己修成一尊家里的活菩萨，这就是你留给子孙最顶级的传家宝。今天的这壶茶我们也喝得差不多了，这大半个小时的相伴，我们从金钱的背叛聊到了儿女的空巢，再聊到了夫妻的冷暴力，还有面对身体衰老的坦然，最后还给了大家睡前的观心除垢法。我不知道荧幕前的你，现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有没有稍微放下了一点？这最后几分钟我们不讲故事了，我想跟各位大哥大姐、各位老朋友结一个善缘。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法布施，金刚经里佛陀亲口说过，就算你拿装满3000大千世界的金银财宝去布施，都不如你把一句能让人解脱的佛法道理讲给别人听的功德大。为什么？因为钱能救人的急，但救不了人的命，更救不了人的心。你们想一想，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老朋友？有的正跟老伴生闷气，气得整晚睡不着，甚至憋出病来；有的正为那个不常回家的儿女愁白了头发，还有的整天为病痛和衰老焦虑，觉得活着没意思。他们太苦了，他们就在那个黑屋子里转圈圈，找不到出口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把今天听懂的这个道理，或是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他们，这就好比什么？好比你在黑暗里给他们点了一盏灯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因为你的分享，心里的那个死结解开了，今晚能安稳地睡个好觉了。各位，这份功德算谁的？虽然话是我讲的，但那个灯是你点的。这份功德有一大半都要记在你的福报存折里，这就叫借花献佛。这就是我们不花1分钱，却能给子孙积累无量阴德的大好事。所以，今天听完这支影片，我想邀请大家做3件小事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也是为了更多正在受苦的人。第一件事，按个赞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络上的手势，这代表你在对这个世界说，我支持善知识，我愿意传递正能量，
你的这一个赞，就是给这个社会增加了一分阳气。第二件事，转发分享，把它转到你的家族群组里，传给那些你觉得最近过得不太顺心的朋友。你转发出去的当下，你就是在行菩萨道。第三件事，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，哪怕你不会打字，留一句阿弥陀佛也好，或者写下你的祈福，愿我家宅平安，愿病痛消除，愿放下执念。文字是有能量的，当我们几万人、几十万人一起在这里发愿，这个留言区就是一个能量最强的祈福道场。老朋友们，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富，拼的是德行与心境。愿你们每一位都能做那个手持明灯的人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当你照亮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路也跟着大放光明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一丝心灵的平静与启发，诚挚地邀请您点击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我们未来每一次结下的善缘，你都不会错过。愿大家心生清凉，华枝春满。我们下期再见，阿弥陀佛。